古代允许百姓佩戴刀剑，但为什么对私藏甲胄却十分忌讳呢？在古代，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士都喜欢佩剑，他们佩剑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作武器，而是把长剑当成是一种装饰品。尤其是一些自认为自己是君子的人，他们更喜欢佩长剑，因为长剑在古代寓意的就是如同君子一般的武器，也是百兵之君。但尽管古人允许人们佩戴刀剑，却严禁私藏铠甲。铠甲和刀剑是不一样的，铠甲虽说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是打造一副铠甲的代价可是很高的。由于古代没有工厂流水线，所以想要打造一副铠甲，全靠手工来完成。一套做工精良的铠甲，至少需要30-40名工匠，花费大半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。可想而知，这种铠甲会耗费不少资金和人力。如果一个家庭之中私藏了好几副铠甲，就足以说明这户人家的财力可观，最起码也能说明他们是有造反的实力的。铠甲这个东西除了防御之外，没有其他用处，因此铠甲只能是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发挥具体作用。如果一户人家私藏了铠甲，其动机自然会遭到怀疑。就算你说是为了欣赏而收藏的这种话，有人信吗？在古代，谁拥有铠甲，谁就拥有了造反的能力。比如努尔哈赤，靠着祖上流传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，最后他的继承人也成功取代了大明，成为华夏大地的主人。历史上并没有记录努尔哈赤起兵时有多少兵器，而着重说明了他有多少铠甲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明，铠甲其实是具有极其重要象征意义的东西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身体素质相同的情况之下，让你穿上精良的护甲，手里拿着和对面同样的武器，但是他们没有护甲，那么你是不是就有了很大的底气呢？铠甲可以有效地防止弓箭、刀枪甚至火枪的攻击。在古代战争当中，铠甲在战场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，谁的铠甲更多，做工更精良，谁就在战场上更具优势。其实铠甲在战斗当中提高的不只是你的防御力，还会给你打上一针强心剂。由于铠甲在战场上发挥着巨大作用，所以历朝历代都将私藏铠甲视为谋反重子。与之相反的，专制王朝并不会禁止民间持有弓弩、刀枪甚至火枪等武器，因为这些武器平时可以防身或者打猎，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。而铠甲只有在战场上才起到作用，平常根本是用不到的。在古代，你随便在街上找一个铁匠铺，只要价钱合理，可以随便地打出一把刀来。但是铠甲则不同，这种防具只有在真正的官方兵工厂才能生产得出，那些小作坊是没有能力和生产资料去做的。在国家层面上，铠甲也被当作国家的战略物资进行储备，所以谁要是私藏铠甲，就是与国家作对，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。铠甲乃历朝军国重器，唯有朝廷武固才可以储备，历代皆严禁官民私自转卖，违者皆以谋逆论处，而谋逆罪最轻的就是杀头了，稍重的则灭族。如果罪名坐实，史上被灭三族者屡见不鲜。所以在古代皇权统治之下，私藏铠甲就代表着挑战皇权，一旦发现有人私藏，就会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